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iPhone 的内置 App。这一期我们聊到 Safari。我们先来看 Safari 的翻译啊，也同样是在简体中文，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版本当中，我们也并没有直接翻译 Safari 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是把它的后面增加了浏览器3个字。所以如果您的手机你的 iPhone 的界面语言设置的是简体中文的话，那么你看到的应该是叫 Safari 浏览器 App， 那这是它的全称。但据我了解只要你的系统不是设置成简体中文的话，那其他国家跟地区应该都是一致的，统一叫 Safari， 也就是跟英文版本保持一致，叫 Safari App。 这也是 Apple 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本地化的一贯策略吧，就类似于 Pages 文稿 App， 然后这个 Keynote 讲演 App， 就是注册商标都不翻，跟全球保持一致，但是特别为中国大陆加2个中文字，帮助英文不好的用户去理解这个软件起码来说是个干嘛的。比如说你要是第一次用 Apple 的产品，第一次拿到 iPhone， 你一看里面有一个软件叫 Keynote，那十有八九你不知道这是干嘛的但是如果后面加个讲演2个字，你大概率能猜到它是干嘛的。所以 Safari 也一样，就算你从来没有用过 iPhone， 你拿到一台新的手机开机之后，你一看上面有一个指南针的图标，那名字叫 Safari， 不知道干嘛的，但是一看后面浏览器3个字，只要你但凡了解一丢丢网络基础的话，应该不难知道这个软件是干嘛的了。所以 Safari 如果真的我们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应该是猎奇的意思，或者你说叫游猎，就是打猎的意思，就是游玩性质的打猎那其实很多浏览器他们的翻译都还蛮有意思的，比如说早年最大名鼎鼎的微软的 IE 浏览器，全称叫 Internet Explorer 就是简称 IE。那翻译成中文的话就叫做互联网探索者，这样子翻译。但是你但凡有过浏览网页的经验的话，特别是你如果早年上一些政府或者教育机构的网站他们一般都会注明说请使用 IE 5.0 以上版本访问，或者 IE 6.0 以上版本访问那从来没有见过说请使用互联网探索者 5.0 以上版本访问从来没见过这个这就是为什么说它不翻译的原因。所以就算您英文不好，我在我的节目当中也反复解释了不要有敌对心理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在科技圈，在互联网圈。那这个是翻译那接下来我想通过3个部分来跟大家去聊 Safari 这款 App。 第一个部分我想聊一下什么是浏览器，那第2个部分呢，我们来聊聊浏览器现在的一些排名，除了 Safari 还有哪些是属于2024年比较流行的浏览器，还有第3个我们着重讲一下 Safari 的一些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用的功能。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看什么是浏览器你可以，如果你了解网络的概念，那这个就比较好讲。如果对于网络是啥还不太了解的话，我前面做过视频我懒得上链接了，大家往回翻一翻，应该是前10期的内容我标题都写好了，关于网络的部分。那简单来讲，网络就是把不同的计算机连起来，可以互相访问彼此的内容。那你可以理解成我想搬家或者我想给我的朋友一个东西，我朋友来我家拿东西，那这个时候他要怎么来拿几点钟来拿，他是开车来还是走路来还是坐公交来，我要不要把这个东西送到楼下或者他来了之后给我打电话，还是我们说好一个时间在这边等等等，这些细节加到一起才能够让你把东西送给别人，或者把这个东西从一家转到另一家成为可能并不是说你来拿个东西你就来拿了，怎么拿的呢？牛车还是马车呀，还是火箭还是飞机所以这些细节在计算机和计算机之间互相传输数据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细节呢就叫做协议。那大家会看到，但凡是浏览器类型的 App， 它都会有一个类似的界面，也就是说最上头有一条很窄很窄的
下面一大部分都是大的空白，是显示这个网页的内容的嘛。那上面很窄很窄那一条呢，又有很大一个部分像键盘上的空格键一样啊，那个叫做地址栏。而那个地址栏里面是填什么的呢？当然是填网址的。那一般来讲，你会看到网址会以 HTTP 开头，这4个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呢？我把它打在屏幕上。这个就是 HTTP 的全称啊，叫做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这个 protocol 其实就是协议的意思，而互联网当中的协议是什么？怎么理解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去搬东西，那些具体的细节，那我们在网络传输之间，你可以简单的就把它理解成协议。而 hypertext 这个是叫做超文本。什么叫超文本呢？就是文本大家知道就是普通的文字，而超文本呢，你大概率上可以把它理解成有一些不同的格式啊，有一些不同的字体啊，甚至有一些简单的图片在里面。所以超文本 transfer 是连接的意思啊，那这个翻译过来其实就是超文本链接协议。那这就是网址前面的 HTTP 的意思。那这个就可以解释在我们刚刚有互联网的初期，电脑跟电脑之间互相访问数据，当然确切来讲是个人用户的终端电脑到服务器的电脑上去获取数据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告诉服务器我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协议，也就是我用的是 HTTP 的协议，这样服务器才会知道怎么样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上面存储的一些文字信息、图片信息再传送给你。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浏览器要去翻译的事情啊。当浏览器通过 HTTP 超文本链接协议到服务器端去获得你请求的信息之后，它再负责翻译和显示在下面大片空白的这个页面当中，这样你就看到所谓的网页了。那这个就是浏览器到底是什么，以及它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按照我这个方法去随便打开一个网页去看一看，现在这个时代大部分你看到的应该都是 HTTPS 了啊，就是在后面加了一个 S。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没有刻意去查啊，但是我猜测8、9不离10，这个 S 应该是 security 的意思，也就是安全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访问一个网站，它是以 HTTPS 开头的，那可以大概率上确保这个网站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是加密的，并且你们的传输是安全的。但如果是 HTTP，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说是一个过时的协议了，它就是完全开放且不加密的。那么在你访问这个网站的过程当中，来回传输的这些数据就有可能会被破解或者是盗取。这个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访问一些比较敏感的网页，比如说像银行啊等等之类的啊，你可以特别留意一下，看看这个网址上面 HTTP 的后面有没有加 S。 如果有加 S， 你大概率上能放心一点。很多的诈骗网站它为了省成本，它是做不到加密这个级别的，所以它的网站呢一般是 HTTP 后面没有 S 的。这个也是防骗的一个另类小技巧吧啊，我们这么讲。那么其实如果早期您是从电脑时代就开始上网的用户，你应该对浏览器完全不陌生。所以如果你迁移到手机上来讲，你一看手机上有一个叫浏览器的东西，那你就非常熟悉了，你可以在这个上面进行和电脑上一样的互联网浏览体验。但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早年可不是这样子的。大家应该有印象，在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就是盛行的这种功能机盛行的时代的末期，其实以诺基亚为首的塞班系统已经能够移动的上网了啊。那它那个上面也有一个浏览器，但是那个浏览器一般我们叫做有个特别的名词的，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叫什么 Web 来着，就是专门给手机用的一个浏览器。那个上面呢，就基本上把一个网页给缩减到非常的简陋而且简单，
一般只有文字，把所有的图片什么全都去掉，你看起来呢就像一个菜单一样，绝对是没有照片的菜单，那个体验非常的不好。这就是为什么2007年在乔布斯发布 iPhone 的发布会上，他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他并没有直接说今天我们要发布一个新产品叫做 iPhone， 没有这么说，他是先把其他的当年最火的叫 iPod 啊，这一期我们讲过嘛，在音乐那期讲过啊，他先把 iPod 进行了一些常规的更新之后，然后特别卖了一个关子，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要发布3款有划时代意义的产品啊，大家开始鼓掌啊，发布3个啊。他说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一个支持触摸的宽屏 iPod。那这就定义了 iPhone 的第一个功能，其实就是把 iPod 的灵魂植入进来。我们在音乐那一讲当中有讲到过 ，iPhone 早期没有音乐 App， 音乐 App 的前身就是 iPod App， 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创新的互联网浏览设备。所以从这第二个对于初期 iPhone 的定义，你就可以发现，当时在 iPhone 上内置的这一款 Safari 浏览器是多么的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个是首次人们可以在手掌这么大小的设备上去浏览到一个像电脑端一样完整的网页，只不过是缩小了，但是你可以用双指放大。那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当年这个是震惊了全世界的。那当然还有第3个，就是划时代意义的电话。那当说到第3条的时候，大家的掌声就更雷动了。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在发布会上你会看到3个精心设计的小图标，一个是一个 Safari 图标，还有一个是 iPod 的图标，还有一个是电话图标，就这3个东西反复的转。然后 Steve Jobs 在那边说，一个 iPod， 一个网络浏览器，一个电话。第2遍，一个 iPod， 一个网络浏览器，一个电话，说了2遍，然后说，你猜到了吗？是的，它并不是3个设备，它是一个设备，我们管它叫做 iPhone。所以你从整个 iPhone 的发布，你就会看到 Safari 其实是在早期的 iPhone 里面非常内核的一个产品。因为当时刚刚发布的时候 iPhone 还没有 App Store， 它还没有开发者的 KPI， 就是那个对，就是开发者的那个开发包还没有。所以早期的 iPhone 是没有第3方 App 的，只有内置 App。那如果你想要用到一些第3方的功能，你只能利用所谓的 Safari 扩展的模式，就是网页应用程序来去使用。那当然当时的解释是说为了安全，但是后来我们也开放了，这个我们稍后再讲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iPhone 发布的定义，你也能够看到在iPhone 发布初期的那个年代，浏览器其实针对于人们上网这件事情还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只不过到现在，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地区，大部分用智能手机比较晚的人，其实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浏览器了。你知道中国大陆有大量的人，绝对超过半数的 iPhone 用户，他们在用手机之前是没有用过电脑的，就是没有电脑的使用经验的。那当一上来就用了手机之后，很多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是为了用微信才去买手机的，才去换智能手机的，否则还在用诺基亚呢。那这种情况下，他一旦换到智能手机，他只要觉得里面有个微信，就其他都不需要了，就够了。我只要能跟我的好朋友们、家人、亲朋好友联系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很多 iPhone 用户他就根本没有打开过 Safari 这款软件。那在他们的概念当中，所谓的上网就是用微信，就是上网了啊。那这个概念，如果你放到2000年、包括2000年到2010年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只不过真的是我们说时代变了哈。那既然浏览器这么重要，我们市面上还有哪些常见的浏览器呢？我在做节目之前刚刚用 Google 搜索了一下哈，我就直接打出搜索结果了。我们姑且不用讨论它到底这个排名谁先谁后啊，这个经常会变动的啊。我在这边放出这个排名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除了 Safari， 我们既然讲到浏览器了，您再认识几个他的好朋友呗，就是你说难听点叫竞品啊，竞争对手，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哈。那
绝对在2024年这个当下排名第一的是谷歌的 Chrome 浏览器。那虽然谷歌已经全面的退出中国了，但是我印象不错的话，在中国是内地，你通过正常手段去上网也能下载到谷歌的 Chrome 浏览器的，因为它现在毕竟是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的啊，甩下第2名 Safari 不是一点半点，应该是一个位数的差别。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大部分上网的人真正浏览器的重度用户还是 IT 从业者啊，或者稍微懂一点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包括很多的 Windows 用户，他们还是会去用谷歌的 Chrome 浏览器。那我想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Chrome 浏览器有允许你安装非常多的插件啊，就什么是插件呢？你可以理解成小程序啊，浏览器内部的一个小程序。也就是说，你有了这个浏览器之后，基本上电脑都不用安装任何的应用软件了，包括什么办公软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都不用安装了。然后你直接在浏览器内部就全解决了。所以其实在国外前一段时间很火的一个东西叫 Chromebook 啊，这个是谷歌推出的一款硬件，长得像笔记本电脑，但它这里面是没有常规的操作系统的。这个电脑打开之后就是一个 Chrome 浏览器，你在这个上面干啥都行。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腾讯出一台手机叫微信手机啊，我这个手机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常规操作系统，这手机打开就是微信。其实在中国大陆内部境内的话，我觉得是还蛮好的，因为毕竟中国大陆内部的软件，你说购物也好，干嘛也好，什么转账也好，什么医院看病也好，政府沟通也好，等等等等，微信小程序全搞定了啊。那基本上你用到其他软件的概率就完全凭个人习惯了啊。这个咱们只是畅想一下啊。那所以Chrome 排名第一。那 Chrome 是什么意思呢？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哈，翻译成中文其实是铬的意思，就是金字旁一个铬，金属铬。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镀铬。镀铬是一种金属制作的工艺，就是平时呢，你可能这个，比如说我们汽车或者是有一些塑料的零部件，你看起来它没有啥光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把这个材料上面没有光泽的材料上镀一层铬。这样的话它就看起来会闪闪发光啊，就大概就理解成这个意思吧。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去隐喻啊 Safari 不是 Safari Chrome 浏览器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用你给你们上网的体验就是无比流畅顺滑，就是顺滑到闪闪发亮啊，就是那种感觉。这我个人猜测啊，就只是供大家参考的。那么 Safari 就是猎奇啊，游猎的意思。然后 IE 呢就是叫什么来着？互联网探索者啊。那我看到还有一个第3名嘛，就 Firefox， 这个也是在早年 PC 时代啊大大有名的火狐浏览器。那这些浏览器其实它使用的功能全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些访问网页的功能。那还是只不过在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境内，大部分人已经不用网页的方式去上网了，而是用 App 的方式去上网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第2个部分，叫浏览器排名，以及认识一下其他的浏览器。现在其实 IE 的排名越来越往后了，原因是因为微软也推出了取代 IE 的一个新版本的浏览器，好像是从 Windows 10开始就推出了一个叫 Edge 的浏览器。那微软自家都不再对它进行支持了嘛，它的排名应该还是往后。但是我刚才搜索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好像即便如此 Edge 的排名还是在 IE 的下面，好像是这样啊，但这个也不重要了，就是给大家去闲扯一些其他的小知识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第3个部分跟大家重点聊一聊 Safari 的一些功能啊，当然只是聊一些我经常会用得到并且觉得挺好用挺好玩的功能。第一个叫做自定义搜索引擎，因为这个很重要，大部分人现在这个年代你再去用浏览器基本上就是用搜索引擎的。这个呢中国大陆的普通用户用我的认知和出发点来讲还是有点可怜，因为基本上你能用的就只有百度搜狗这种中国本土的搜索引擎。百度呢其实被业内还是诟病挺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以广告收益为第一诉求，
去给你进行排名。这样的话，其实你搜到的东西，可能普通的用户很难判断到底哪个是广告，而哪个是真实的结果。而更重要的是，现在的中国大陆的网络环境，它其实在越来越孤立的发展，它是一个单独的生态，它跟世界是慢慢越走越远的一种状态。所以其实在中国的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都不放在网页上了，而是放在哪儿呢？微信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就是我们微信订阅那个东西叫什么？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因为用的比较少。我知道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在这卡壳了。叫什么？微信不是微信小程序，叫微信，反正什么吧，就是你们在微信上可以公众号，对，就是很多好的文章、好的一些材料都在公众号里面。而这个公众号呢，它是腾讯一家独揽的，就是它不放在公网上，它只放在自家的服务器上，就只有通过微信才能够访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用中文，然后去用中国大陆境内的搜索引擎，用简体中文去搜，其实你能搜到的内容都是比较陈旧的，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那其实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肯定也是不用百度的，而是我宁愿用搜狗。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好处，因为搜狗是能够搜到微信小程序的，它应该是跟腾讯有一些关联的吧，还是腾讯的子公司，还或者有投资啊什么，反正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啊。我预计应该是有一些关联的，而且我印象当中也是它能够搜到微信公众号里面的一些文章的。所以如果您还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生活，您可以尝试着试试看，把 Safari 的默认搜索引擎换成搜狗，看看会不会有一些百度搜不到的，或者比较陈旧的信息搜狗能搜到。当然换的方法就是在设置里面啊，我们找到 Safari， 它里面有一个默认的搜索引擎，你可以把它改掉当然你如果有能力去改谷歌的话，我个人还是最推荐用谷歌来去搜索，这个一定是最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 Safari 的隐私报告功能。因为 Safari 浏览器跟 Apple 所有的产品一样，它都是非常注重隐私这个功能的。所以如果某一些网站要对你进行跟踪啊，或者是对你的个人数据有一些盗取的嫌疑吧，它都会给你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阻挡这种功能。而且这种阻挡往往是出于商业利益去考量的，就是很多公司会因为获取顾客的浏览轨迹是有助于商业发展的，就有助于你做广告卖东西，所以很多浏览器它不愿意做这个功能。但是 Safari 呢，由于秉承着 Apple 的一贯理念，它就把这个功能给你做进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当你用过一段时间，访问过一些网站之后，在这个浏览器的起始页里面，你就会往下滑一滑，会看到有一个叫隐私报告的东西。你可以看看我过去访问的这些网站都是谁想要偷我的东西啊就是你可以去看看，蛮有意思的一个功能啊。那剩下的就是阅读器。如果你有一个在网页上阅读新闻或者文章的习惯的话，这个阅读器是一定要用起来的。因为阅读器可以帮你一键屏蔽所有跟内容无关的，比如说广告啊、小图片啊。那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在阅读器的界面下去调整字体、字号、背景颜色，甚至可以把阅读器整个界面给打印出来。你就是说可以打印一个干干净净的一篇文章，也可以保存到本地，以数字版进行保存。那我觉得这个是老早啊，10年前就有的一个功能，但是其实很多人用的还是不多。其实关键还是用浏览器的人少了。那用户场景还有标签页分组是2个最新的功能啊。简单来说呢，就是也是根据现代人的使用习惯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代人就是我指的是这些经常会用到浏览器的人。早年呢，我们比较流行的方式都是做书签、做收藏夹啊，把一些自己喜欢的网站用收藏夹的方式保存起来。我现在还在用这种方式。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直接，因为大部分浏览器都是可以分不同的标签了嘛，所以一个窗口内你可以把它缩小之后看到好多你过去打开过的网页，我们把这个叫做标签。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就是这个标签只开不关的，
啊，不信你看看你 Safari 里面有多少个标签，可能记录了你所有的过往的访问历史。我的里面就蛮多的，还几十个标签。我原来是有这个关的习惯的，现在我也懒得关了。那么其实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变化，使用上的变化， Apple 就推出了一个叫做标签页分组的功能。你可以创建一个组别，像文件夹一样的，把一些类似的标签就放在那个里面。然后你每次呢访问这一类别的时候呢，你就打开这个类别，那就是全是这个类别的标签。那我觉得这个对于网络信息的检索跟分类，应该还是一个最简化的方式啊！如果没用过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看，适合不同的人的啊。你如果使用习惯不是开一堆标签，那这个应该你就用不到。那与之对应的就是用户场景，这个是最新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 Safari 设置不同的场景，比如说你一台电脑是公司也用，家里也用，就这么一台电脑，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设置成一个工作场景和一个下班场景。那在工作的时候，你这个场景里面的一些隐私的设置啊，或者是一些保存的标签啊，这些都是跟工作相关的。但如果你回家之后你要去购物了，突然在一大堆工作的标签里面来了一个购物的，这个姑且不说对业务或者公司有什么影响，但最起码我觉得从个人的使用体验上来讲有点怪怪的，对吧？我上班的时候想找之前开的一个跟工作相关的内容，然后我的眼睛在过滤的都是购物，这个我觉得蛮怪的。所以其实如果你能够创建2个场景，回家的时候下班之后就切换到下班场景，那全都是生活当中娱乐的那些东西，然后上班了之后那个场景里面所有的标签都是跟工作相关的标签，那这样也是一个大家更好的分类。总之我觉得去年应该是最近加进来的用户场景和标签页分组这2个功能，都是为了适应现代的一些新涌现出来的使用习惯，才会有这么2个功能的加持。那最后一个无痕浏览其实是很早以前就有的功能了。那么它这个是可以不跟踪你的任何信息，你访问过的网站它也不知道，然后你搜索过的内容它也不知道。这个无痕浏览功能基本上有些人是常年开启的，但是常年开启有一点不好，就是你自己有的时候你的浏览记录啊，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方便你自己的查找跟搜索的。如果你所有的浏览都没记录，有的时候你会我前天有个什么东西，但是你一直开着无痕，那系统也不知道你前天都访问了什么，你找也找不到了，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无痕浏览它的一些重点的使用场景我能想象得到的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购买机票，为了防止它杀熟，这个时候你可以打开无痕浏览。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你已经不是单身了，但是你经常可能会浏览一些就是成人的网站，那你这个时候用无痕还是好一些啊，或者是类似的这些场景吧。我能想到的就是这2个啊，但我相信已经能够足以说明问题了。当然在中国大陆境内，你说你不用一些什么方法去上网的话，你也访问不了成人网站啊。好，那这期就是我们 Safari 的内容了。内容有点多，但是Safari 作为一个承接着2代网络产品和用户使用习惯的这么一个衔接产品，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多聊一聊的。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观看，我们下次再见。